大家好，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拿了3家偏偏。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喜剧犯罪电影《盗钥匙的方法》。女主角小花是一位不走寻常路的出版社主编，人美心大爱计划。作为一枚即将步入3字头的大龄剩女，她定下了2个月后结婚的重大计划。万事俱备，就差一个未婚夫了。小花不止在各大交友网站发了简历，还拜托同事帮忙介绍，要求很简单：身体健康，积极向上。男主角小白是个35岁的废柴大叔，曾经是名演员，现在不但丢了工作，还被女朋友甩，这么失败的人生死了算了啊！所以小白就去自杀，结果连自杀都失败了。小白决定来到澡堂洗涤人生。另一个男主角小黑是一名职业杀手，受雇杀死了，于是也来到了澡堂。正所谓造化弄人，等钥匙送到了小白的脚下。小白之前在前台看到小黑钱包里有很多钱，于是偷偷换掉了2个人的手牌，用小黑的钥匙打开了小黑的储物柜，就这样过上了小黑的人生，穿名牌，开好车，还拿着小黑的钱到处还债，朋友、房东、前女友，一圈下来钱也差不多花光了。心怀愧疚的小白拿着剩下的东西来到医院，准备向小黑坦白，却发现小黑因为头部受创而失忆，而因为2个人互换手牌，小黑误以为自己就是废柴小白。看来天下编剧是一家，失忆梗不只是我大天朝专用。出院的小黑在医院门口向小花问路，小花是来医院看望父亲的，他父亲得了癌症，唯一的心愿就是盼着小花结婚，这也正是小花决定闪婚的原因。但根据恋爱攻略，结婚这种事情还得主动出击，于是小花主动提议载小黑回家，当然这个家其实是小白家。一进门，小黑简直目瞪口呆啊！我以前得是有多绝望才能放任自己把家建设成垃圾场啊！好在一切都过去了，现在重新开始还来得及。小黑看到家里有很多表演方面的书，推断出自己以前是一名演员，于是往返各个片场跑龙套，甚至决定潜心修炼演技。为了维持生计，还想再找一份工作，于是小花提议让小黑到自己的出版社打工，谢礼嘛就以身相许好了。最近有时间吗？我们结个婚吧。好啊。回到小白这边，他已经根据证件上的地址找到了小黑家并住了进去。很快他就发现了小黑的杀手身份。目瞪口呆的小白被一伙人挟持到了黑老大胖虎的面前。原来胖虎之前被某个社长骗了2000万巨款，约合人民币也就100多万吧。果然现在黑道也不好混啊。胖虎还被那个社长拐跑了情妇，于是雇佣小黑杀死社长，但社长死后钱却没有找到。胖虎怀疑社长把钱交给了情妇保管，于是决定再次雇佣小黑杀死情妇夺回巨款。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小黑的真面目，所以胖虎当然不知道眼前这个小黑其实是小白假冒的。小白被迫接下了任务，找到了情妇，但这个怂货哪敢杀人啊！情妇说他手里根本就没有2000万，于是小白偷偷制定了计划帮情妇逃跑。没想到反派智商上线，提前在情妇家里安装了窃听器，知道了小白的计划，小白只能落荒而逃。这边小黑和小花进展顺利，但小花爸爸还是没等到小花结婚就去世了。小黑在葬礼上听到了一段音乐，正是他每次杀人之前都会听的交响曲，因此幻想了自己以前作为杀手的记忆。小白逃回了小黑家，发现恢复记忆的小黑也已经回到了家中，俩人还来不及清算恩怨，胖虎的手下就找上门来，小黑只能先带着小白从暗门逃了出去。这时小黑才知道自己失忆这段时间，小白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，烂摊子总要有人收拾。小黑决定2人合作演一出戏，由小黑伪装成小白的手下，在胖虎的面前叛变杀死小白啊！当然不是真傻，是让小白装死，再帮助小白逃跑。原来小黑并不是真正的杀手，而是专门帮人逃跑的演员杀手，一边受雇杀人，一边帮被杀的人逃跑，两边收钱。因为小黑计划缜密，所以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。根据打脸定律，官方都这么说了，接下来基本上就是一场大型的车祸现场了。果然就在小黑和小白准备在胖虎面前演戏时，坑队友的小花也上线了，穿帮的3人只好驾车逃跑。看面这条路是走不通了，小黑觉得把钱赔给胖虎息事宁人，但回到家才发现自己的积蓄都被小白花光了。小白居然拿小黑的钱在铁岭买了套房子，更悲剧的是家里还埋伏着胖虎的手下。小白和小花来到情妇家寻找巨款，也被胖虎的手下发现，于是胖虎带着小黑一起赶往情妇家。无处可逃的小白急中生智，伪造了杀害情妇的现场，但没想到反派智商再一次上线。如果这里真的死了2人，怎么可能一点血腥味都没有呢？危急关头，小花站了出来，指着一堆家具和其他说：“这些玩意儿都是古董，加一起刚好2000万。”原来情妇也是个演员，一直在扮猪吃老虎。他早就把那2000万全部花光，买了能够升值的古董。还真是他和那些无名处得来全部费功夫。胖虎本来就是为了找回被骗的钱，既然钱已经找到，也就不再为难他们，于是把情妇交给了小黑，还叮嘱了一句别让他死得太痛苦。小黑连连答应，转头就打电话报警，说这里有人入室抢劫。于是正忙着搬古董家具的胖虎和手下被警察一锅端，而小黑接下来就准备把情妇送到市长那里收取佣金。小花坐在车上暗自神伤，决定取消结婚计划，却在小黑的记事本上发现，小黑为了寻找记忆会记录自己喜欢的东西，那一栏最后全部划掉，只剩下了小花的名字。神奇的是，小黑的车因为撞上地心杆，再次偶遇了小花，2个人终于在一起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这部盗钥匙的方法讲的就是2人互换人生的故事，设定稍显俗套，但是互换的过程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，没有什么闪电劈中这种怪力乱神，而且真实的折射出现实中的很多问题。废柴小白的生活一贯放纵散漫，所以有钱之后也不能把握机遇，反而因为漏洞百出的计划把自己送进了坑里。杀手小黑在面对小白绝望的人生时，依然积极向上的思考接下来的生活，有目标有计划的规划自己的人生。虽然2人都是被情所伤，小黑的老婆跟人跑了，小白的前女友也离他而去，但2人在面对相同困难时的不同态度，也换来了不同的结局。所以说遇到困难不要怂啊，保持乐观的心态和困难正面刚，废柴也能变成人生赢家。拜了个拜。